随着《生化危机4》重制版的正式发售，里昂这个让西班牙村民闻风丧胆的人物重新踏上了那片熟悉的村庄。可怕的是，这一次的里昂相比于18年前更加的残暴，村民只是用电锯锯了他一下，他就还了别人18刀。每每回想起这一幕，村民们都辗转难眠，始终也想不通这个李三光怎么打着打着就上大号了。那么这些朴实无华的村民是如何将法外狂徒李三光绳之以法的？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继续讲述《生化危机4》重制版。在里昂逃离浣熊市以后，随着一颗导弹的引爆，所有人都仿佛看见了自己的王阿姨，里昂也不例外。那也是他永远无法忘怀的一天。因为知道的太多，里昂被迫加入了美国政府的秘密组织。在经受了严格且残酷的训练以后，里昂成为了一名杰出的特工。但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总统的女儿被人绑架，而里昂则被委派到了欧洲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前去寻找总统失踪的女儿。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人送外号李三光的男人终于进村了。刚刚到达目的地，同行的一名老警察便遭遇不测，随即里昂便下车查看，看着眼前阴森可怕的树林，让里昂再次回想起了浣熊市的那一晚，强忍心中的恐惧，里昂向着树林深处走去。很快他便发现了一间小屋，小屋里透露着一股安静且诡异的氛围，就连这里的符咒都刻上了苍天已死，天谴将临。就在他继续探索小屋的时候，一个村民却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本想询问村民有关这里的事情，但他很快便发现了老警察的证件。见到这一幕，村民突然发难，竟然妄图偷袭武功高强的里昂。没有任何废话，里昂一脚便踢断了村民的脖子。继续探索，在地下室里，里昂发现老警察已经遇害，并且对讲机中传来了另一位警察遇害的消息。看来这个村庄并不简单，本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却没想到那个被他踢断脖子的村民竟然再次追了上来。来不及思考，里昂当即施展身法，终于彻底结果了这位村民。而其他的村民也来到了小屋中，无奈之下，里昂只能杀人灭口。当他来到2楼的时候，赫然发现墙上贴着总统女儿的照片，再加上村民诡异的行为，让里昂确定了情报准确无误。根据墙上标记的地点，里昂寻求了总部后勤支援哈尼根的定位协助，总统女儿很有可能就在附近的湖泊。但很快更多的村民闯了进来，里昂见施展不开，当即跳窗逃走，一路向着湖畔赶去，并且途经了村子的中心。大量的村民汇集在这里，为即将死去的客人举行欢迎仪式。在发现里昂这个卑鄙的外乡人以后，村民们勇敢地冲了上去。但这些普通人又怎么会是一名精英特工的对手？就在村民想要跟里昂同归于尽的时候，旁边的教堂却响起了钟声。听到钟声的村民仿佛被控制了一般，再也不理会里昂，并缓步地向着教堂走去。待村民全部进入以后，一时间这个村庄只留下了意犹未尽的里昂以及倒地不起的村民。之后，在哈尼根的协助下，里昂再次向着湖边赶去，一路上都是动不动就要和自己拼命的村民。来到湖畔，里昂进入了旁边的小屋之中，发现一个村民正在疯狂敲打地下室的入口。解决掉村民以后，里昂在地下室里解救了一位不像本地人的外地人，可还没来得及多问，他的身后便出现了闻讯赶来的村长门德斯。村长轻松的就将里昂摔晕了过去，并且拿出了针管，将一种疑似寄生虫的生物注射进了他的体内。昏迷中，里昂看见了一个主教打扮的神秘人。再次醒来以后，里昂和那个外地人都已经被铁链绑了起来。外地人名叫路易斯，路易斯似乎知道里昂正在寻找总统的女儿，并且声称总统女儿已经被转移到了教堂之中。很快，热心的村民为正在发愁的二人送来了钥匙。里昂也不客气，用铁链扭断了村民的脖子。在解开手上的锁链以后，路易斯没等里昂多做询问，便先一步离开了案发现场。见路易斯身份神秘，于是里昂向总部汇报了情况，让哈尼根调查这个人的背景。前往教堂的路上，里昂遇见了一个神秘的商人，办理好贷款手续，并购买了足够防身的武器以后，里昂进入了村长门德斯的家中。通过调查的线索，这里的村民信奉的组织名为光明教，其主教萨德勒会定期举行献祭村民的仪式，甚至还会将迷路的背包客用于献祭。就在里昂准备离开的时候，村长却再次出现。里昂见状不敢大意，立马开枪射击，可村长却不痛不痒，依旧把里昂踢翻在地，似乎是察觉到了寄生虫已经开始在里昂体内繁殖。村长并没有下杀手。这时窗外出现了一个红色身影，在吸引了村长的注意后便迅速离开。等里昂缓过神来，哈尼根也调查到了路易斯的身份。原来路易斯曾是保护伞的一名研究员，但他出现在这里的目的却不得而知。虽然此时的保护伞已经彻底瓦解，但还是让里昂更加警惕起了路易斯。就在村长家门口，里昂还顺路解救了一只受伤的灰狼。当里昂一路来到教堂后，却发现大门已经被封锁。为了寻找开启大门的钥匙，里昂再次来到湖泊，并在这里发现村民把老警察的尸体扔进了湖水之中，紧随而至的就是一只大鲈鱼将尸体吞进了腹中。为了取得打开教堂大门的钥匙，里昂只能强忍心中的恐惧，驾驶快艇穿越湖泊。但中途快艇的发动机却意外熄火，果不其然，大鲈鱼袭击了里昂。可鲈鱼这种行为就是找死，里昂很快便用标枪结束了鲈鱼的生命。奈何体力消耗过大，再加上他体内的寄生虫已经繁衍到了初期，导致里昂咳血昏迷了过去。3个小时后，里昂终于苏醒，意识到寄生虫正在侵蚀自己的身体，他必须尽快找到总统的女儿。在将湖泊附近的洞穴搜刮一遍后，里昂顺利的拿到了钥匙。就在他赶往教堂的路上，一身巫医打扮的村民唤醒了一只巨大的怪物，并且怪物的背后似乎像是被某种寄生虫控制了一样，变得越发的狂躁。俗话说得好，狼若回头，不是报恩就是报仇。就在里昂束手无策的时候，之前被他救下的灰狼替里昂吸引了怪物的仇恨，成功化解了这
次危机。之后，里昂顺利的来到教堂，并在这里发现了警惕万分的总统女儿艾什莉。在解释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后，艾什莉放下了戒心。似乎是主教萨德拉感应到了里昂的到来，大量的村民向着教堂汇集而来。见情况危机，里昂安抚了一下艾什莉的情绪，便带着她从窗户离开了教堂。此时，哈尼根也发来了贺电，并告诉里昂前往撤离点乘坐直升机。可想要到达撤离点并不容易，逐渐恶劣的天气，再加上大量村民的阻挠，让这一路举步维艰。好在路易斯及时出现，将他们带到了小屋中。里昂本想质问路易斯的目的，但情况危机，三人只能先暂且逃离这里再说。就在他们关闭城门脱离危险后，艾什莉却像里昂一样开始咳血。路易斯见状上前解释了这种情况，原来里昂和艾什莉都被植入了一种叫普拉卡的从属型寄生虫，一旦宿主承受了普拉卡的寄生，它就会在体内开始生长。当生长到一定程度后，寄生虫就会控制他们的意识，并被植入了支配型普拉卡的主教萨德勒所掌控，成为村民那样的行尸走肉。好在他们还是处于早期阶段，可以通过外科手术取出寄生虫。无奈之下，里昂只能暂且相信路易斯所说的话。随即，里昂带着艾什莉撤离，而路易斯却找上了帮助过里昂的红色身影，正是那个换上了红色高领毛衣的艾达王。艾达没有废话，只是向路易斯索要一种名为琥珀的东西。路易斯却回答他并没有将琥珀带在身上，但可以去某个地方取回琥珀。回到里昂这边，由于天气恶劣，救援直升机无法靠近，他们只能想办法撑到天气好转才能离开。可在他们寻找安全区域的路上，竟然再次遇见了村长，二人只能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疲于奔命，可最终还是被村长堵住了去路。里昂只能打爆了燃油桶，但村长却因为爆炸现出了被普拉卡寄生的本体。无奈之下，里昂只能拼死反击，最终在几乎打光弹药以后，村长倒下了。二人逃离村庄，来到了一处城堡。刚好此时路易斯也在这里，并为他们准备了可以暂时抑制症状的药。于是二人在大量守卫的阻挠下，用大炮轰开了前往中庭的大门，准备与路易斯在那里会合。在一处大厅之中，城堡的主人拉蒙出现，并要求里昂交出艾什莉。原来在主教萨德勒的授意下，绑架艾什莉的真正原因，竟然是他们妄图通过艾什莉总统女儿的身份，用以控制美国总统，从而统治整个世界。拉蒙说完便独自离去，接着便是大量的信徒上前想要抓住艾什莉，但区区几个被寄生的信徒还无法奈何装备精良的里昂。通过一路的解谜和探索，二人也即将到达中庭，并与路易斯会合。可这时艾什莉体内的寄生虫短暂的接管了他的意识，甚至还对里昂发动了偷袭。虽然没能得逞，但二人也因此被铁门隔开。而在艾什莉清醒后，他却因为这件事陷入了极度的自责和恐惧之中，随即便情绪失控逃走了。无奈之下，里昂只能在城堡里面寻找艾什莉。当他进入一间房间后，艾达却悄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在艾达使出一套歹徒兴奋拳以后，里昂顺利的将其拿捏，不过是和姘头之间的嬉戏而已。二人很快便完事儿。艾达担心里昂的安危，想要劝他放弃这次任务，但见里昂态度坚决，艾达也没有多说，随即便悄然离开。而接下来的探索中，城主拉蒙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通过广播各种嘲讽里昂。在疯狂的屠戮了城堡里的信徒后，里昂终于找到了在这里自闭的艾什莉。经过了一番风趣幽默的安慰以后，艾什莉的情绪也稳定了下来，并且开始对里昂有了一丝丝喜欢和依赖。这时里昂从通讯设备里知道了路易斯遭遇了危险，于是当即带上艾什莉，准备前往舞厅与之会合。经过一路的相处，里昂见艾什莉也越发的得心应手。中途在与敌人的战斗中，里昂被困，手无寸铁的艾什莉只能独自行动，与身穿铠甲的敌人斗智斗勇。可在帮助里昂脱困后，他自己也再次被敌人掳走。而艾达也暗中注视着城堡里发生的一切，并且还在跟他幕后的人汇报取得琥珀的进展。恰好艾达也在这时看到了被掳走的艾什莉，并立马通知了焦急万分的里昂。眼见事态越发不可控，里昂当即向着艾什莉的所在杀去。无论遇到何种敌人，子弹便疯狂地向着对方身上倾泻。很快，里昂找到了艾什莉，但此时城主拉蒙也在这里，并且里昂自己也被控制了起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信徒强行将一种名为黑水的物质灌进了艾什莉的嘴里。在喝下黑水以后，艾什莉体内寄生虫的生长速度被明显加快了，而里昂也被扔进了深渊之中。好在他及时抓住了铁链，才勉强保住了性命。为了尽快救出艾什莉，里昂当即向着深渊外逃去。可他自己体内的寄生虫也开始有了更加强烈的反应。不过路易斯却拿着一支药剂出现在了里昂的面前，在将药剂注射以后，里昂也得以短暂的脱离危险。路易斯也会和里昂一起前去营救艾什莉，而路易斯帮助他们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曾帮助过主教萨德勒研究普拉卡寄生虫。可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了这种寄生虫的可怕，于是路易斯研制了抑制普拉卡的药剂。由于他和艾达前男友是大学同学的关系，艾达和其背后的组织便前来保护路易斯，条件就是让他交出普拉卡寄生虫的样本，而这个样本就被他们称作琥珀。可就在他们一起回到地面的路上，路易斯却被一把匕首刺中了后背，而匕首的主人名叫克劳瑟，曾与里昂同属于美国政府的秘密组织，但因为和里昂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克劳瑟见识到了生化病毒的强大，于是渴望力量的他便离开了原本的组织，开始寻求变强的方法。里昂没想到却在这里见到了昔日的战友，而克劳瑟表面上是在替光明教做事，但似乎他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普拉卡的样本。眼见这种情况，里昂只好与克劳瑟战斗了起来，奈何克劳瑟战斗力相当惊人，就算里昂使用了最具特色的刀法，也占不了任何上风。关键时刻，路易斯拼尽最后一口气使用枪械，才勉强逼退了克劳瑟。而在路易斯临死前，他将自己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了里昂，让他前去
那里取出寄生虫，并救出艾什莉。随即他便停止了呼吸，而艾达也告知了里昂艾什莉现在所处的位置，强忍心中的悲痛，里昂再次前进，并一路杀到了钟楼的顶层，恰好发现了被拉蒙城主挟持的艾什莉，而城主也将艾什莉转交给了克劳瑟。当里昂赶到的时候，艾什莉已经被带走，心急如焚的里昂也不想跟城主废话，还没等城主说完台词，里昂便直接2枪胸口1枪头，但却让早已获得了普拉卡强大能力的城主现出了原形。里昂也不意外，立马给予了还击。很快，城主在里昂的火力覆盖之下倒了下去。当他一路追出去以后，克劳瑟已经带着艾什莉坐上了快艇。里昂本想驾驶另一艘快艇，但却发现竟然没有钥匙。而这时，艾达拿着钥匙悠悠地走了过来。随后，2人乘坐快艇一路向着克劳瑟离开的方向追去。路上孤男寡女共处一船，气氛很是到位。里昂感叹着自己变了，但艾达只是说，其实里昂一点没变，还是那个老实人。艾达看向里昂的眼神也带着一丝喜欢和利用。在到达悬崖边以后，艾达先一步使用绳索发射器离开，只留下了里昂在船上连连感叹。之后，里昂一路向着前方的军事基地杀去，并通过窗户发现了留在拘留室内的艾什莉。在将这所设施里面的物品翻了个底朝天以后，他终于找到了开启大门的钥匙卡，成功的为艾什莉注射了抑制药剂。没过多久，艾什莉醒了过来，里昂也将路易斯的死讯告知了他。为了不辜负路易斯的期望，他们决定前往实验室清除寄生虫。而直觉告诉里昂，艾达一定知道实验室的位置。果不其然，艾达爽快地说出了实验室就在附近山顶上的圣殿里面。就在他们前进路上的设施中，意外发现了装有寄生虫的琥珀，而幕后黑手主教萨德勒也出现在了这里，并且立马控制住了2人，并让艾什莉举枪对准了里昂。好在艾什莉极力反抗，才让里昂勉强逃过了一劫，而他自己也不受控制的被主教带走。刚刚才救回的公主又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带走，这导致里昂彻底失去了耐心，立马跟着追了上去。而克劳瑟也拦在了他前进的路上，见昔日的战友已经无药可救，里昂立马与之战斗了起来。但这一次克劳瑟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于是他让里昂见识了一下自己被生化病毒赐予的力量。可就算是这样，克劳瑟也只不过是个低配版的 A 哥而已。很快，里昂就这样结束了克劳瑟罪恶的一生。紧接着，里昂一路杀向了艾什莉被带往的圣殿。面对固若金汤的圣殿堡垒，里昂也不装了，他再次拿起了曾经屠戮无数丧尸的火箭筒。而此时，总部的武装直升机支援也赶到了现场。仅仅几分钟的时间，整个堡垒便被他们攻陷了下来。但就在直升机准备接应里昂的时候，却被植入了寄生虫的飞行生物袭击，最终坠毁在了堡垒之内。无奈之下，里昂只能独自杀向圣殿。终于，他来到了圣殿的祭坛中心，艾什莉正躺在那里，而萨德勒也再次出现，并轻松控制住了里昂。到了这种时候，一直默默守护里昂的王阿姨也再次出手，成功的拖住了萨德勒。趁这个机会，里昂抱着艾什莉赶紧离开，但殊不知艾达也因此陷入了险境之中。里昂只能先一步带着艾什莉来到了实验室中，并在自动手术台上替艾什莉成功清除了体内的普拉卡寄生虫，而他自己也晕了过去。当里昂再次苏醒后，艾什莉也已经帮他完成了手术，并给了里昂一个大大的拥抱，解决了后顾之忧。他们现在要做的便是逃离孤岛。可当他们一路来到码头的时候，却发现艾达竟然已经被萨德勒抓获。见到心仪之人竟然遭受如此待遇，里昂立马让艾什莉在远处等待自己。匆忙之下，连后事都还没来得及交代。紧接着，他一路来到了被绑在高处的艾达面前，并一枪将他救了下来。而萨德勒也恭候多时，他趁机释放出手，死死地勒住了里昂命运的脖颈。脱困的艾达见到这种情况，再次伸出援手帮助里昂脱困。随即2人默契地抄起手中的枪，疯狂地向着萨德勒开火，但也因此让这个主教气急败坏。他同样也像村长和城主一样，展现出了体内寄生虫的力量，变成了一只丑陋无比的怪物。但主教这样做也只不过是增大攻击目标而已。里昂拿出火箭筒便向着主教开炮，主教倒在了制胜法宝火箭筒的炮火之下。但不甘心的主教再次让体型变得更加巨大，终究也只不过是徒劳的挣扎而已。最终，里昂将就他手里的权杖直接刺进了主教的大眼之中，而这个地方的邪恶势力也被里昂悉数歼灭。但与他一起作战的艾达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他当着里昂的面拿起了地上的普拉卡样本。与此同时，前来接应艾达的直升机也停在了2人的眼前。果然，男人没有一个好的载具，饶是里昂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艾达坐上了直升机扬长而去。虽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但艾达还是对里昂的事非常上心的。临走前，他送给了里昂一把摩托艇的钥匙，里昂和艾什莉也因此得以坐上摩托艇，趁着这里爆炸之前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2人在最后一刻冲出了即将倒塌的洞穴，里昂也圆满地完成了营救总统女儿的任务。爆炸引起的水花伴随着夕阳，让他们之间的气氛产生了一丝暧昧。而这个人送外号李三光的男人也成功地获得了总统女儿的芳心。可相比于加官进爵，从此走上人生巅峰，里昂还是无法忘怀早就在他心中扎根的王阿姨。随即，2人的身影在夕阳下渐行渐远。故事的最后，艾达看着手里的普拉卡样本，联系到了他幕后的组织。琥珀已经到手了，做得好。我有个问题，你打算拿它做什么？我付钱不是给你问问题的，你只需要知道，新的黎明就要来了，到时牺牲100人才有1人能幸存，而我正在加快黎明的到来。
所以代价是几百万人的血。几十亿，预购真大。改变航线，马上。我是修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